作为宝马这个品牌，我一直是非常喜欢的。我觉得宝马它的外形啊、动力啊，我觉得是非常好的。但是宝马确实它有一些小毛病，比如说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脚部空间模块，它装的位置就在这个位置，所以它这个模块的位置跟它的名称啊非常像，叫脚部空间模块，就是因为你的脚刚好在这边，刚好就在脚的旁边。那这个模块经常会出现一个什么现象呢？第一个，我们的玻璃车窗啊它不工作；第二个，遥控器无法工作；第三个，有可能你的大灯啊常亮，它会导致这么3个故障。那这个为什么会损坏呢？一般的都是因为电压不稳。什么时候会导致电压不稳呢？比如说我们在诊断的时候，或者我们在维修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没有接充电器。我们在诊断维修的时候一定要接上充电器，如果你不接充电器的话，会导致电压不稳，会导致脚部空间模块损坏。当我们想更换蓄电池的时候，钥匙一关闭，立马给它断电的时候，也可能会导致我们脚部空间模块数据丢失。一定要等点火开关关闭之后，等10分钟再断蓄电池负极。一定要等10分钟再断蓄电池负极。第三点是什么呢？我们在对车辆进行诊断或者编程的时候啊，大家千万不要去动这个玻璃升降，有可能这个时候，因为你玻璃升降的时候，它的电力稍微比较大，有可能会导致脚部空间模块损坏。那我们在诊断的时候，首先要插上诊断仪，然后再打开我们的点火开关。第5点，如果说我们脚部空间模块出现损坏的话，可以锁车40分钟以上，有50%啊可以自行修复。那如果说修复不了的，我们只要用编程器啊把它拆下来，把数据重新刷新，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，不需要更换模块。那为什么我单独给大家讲一期脚部空间模块的这么一个故障？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故障，因为有很多修理工啊不规范操作或者误操作，导致这个数据丢失。那通过以上5点的话，可以避免掉坑，减少不必要的麻烦。那本期视频就给大家讲到这边，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，请帮我点赞转发，谢谢。